大家好，欢迎来到秋月漫谈。我用真实、缓慢、清晰的中文聊语言、人生、文化、科技，关注那些你我都关心的事情。我是主播秋月。嘿，朋友们，大家最近怎么样呀？这一期播客里，我想聊一个超级有意思的话题，那就是创意 creativity。 之所以想聊到这个话题，是因为我感觉自己的生活里突然创意这个话题仿佛无处不在。我工作的公司是一家创意机构 Creative Consultancy， 我并不是公司里的创意团队的成员，但是在我前几天和公司的创意总监，也就是 Creative Director 聊到创意这个话题的时候，他说其实我觉得你很有创意，只是体现在不同方面。然后我这2天也在看另外一个英国作家写的关于创意的书，里边也给了我一些新的观点，但其中有另外一些观点其实和我前几年读的另外一本中国作家写的关于创意的书有一些不谋而合，所以我就觉得很有意思。这样几个完全不相关的渠道所得到的一些消息，竟然有那么多的相似之处，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但是正是因为他们之间有这么多相似的地方，也证明的确在这样一些不同的观点当中，有一些是通用的，有一些是真实的。那这一期我就想和你聊一聊我从这3个渠道当中所观察到的一些共同点，以及每个人都能够使用的帮助自己变得更有创造力的一些方法和 tips。 那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下创意的定义是什么。对于很多人来说，包括以前的我，一直都认为创意似乎是只有在视觉或者说艺术方面有工作的人才会讨论的一个话题。但事实上，创意或者说创造力的定义比这个广泛的很多。只要你能够对某一件事情有新的看法，有和别人或者说在过去形成的一些观点当中有不同的看法，那你就是有创造力的。按照这样的定义，那自然在我们日常的艺术方面的渠道或者说媒介，也就是 medium 当中，创意是的确比较常见的。但是在其他的方面，比如说写作、新闻等等，甚至是科学研究方面，都可以用创造力和创意来看待很多观点。只要是你能够发现不同事物之间新的连接，并且把它们表达出来，那就是一个创造的过程。拿我自己举一个例子，我从小到大的背景，直到我大学的时候，其实都是非常理性的一个背景。比如说我高中的时候学的是理科，也就是诸如物理、化学、生物这样的很强调逻辑分析和数字的科目。那我在大学里学的也是金融，也就是完全和数字打交道的这样一个领域。那我大学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咨询，
那对于咨询来说，也是非常强调逻辑思维的这样一个职业。直到现在，虽然我转行到了一个创意机构，但我的日常工作当中，大部分时候也都还是做逻辑分析、结构化分析的这样一些事情。但是当我和刚刚提到和工作里的创意总监聊这个话题的时候，他点醒了我，就是说创意不仅仅是说我一定要创造美好的一幅画，或者说一个视觉的效果等等才是有创意。只要你能够发现一些新的连接，那就是有创意的。你缺乏的，或者说大多数人缺乏的，只是表达出这种创意的媒介而已。这个话题我一会儿会稍微深入的聊一下。虽然我一直觉得自己没有创意，或者说创造力不是那么的强，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我是有能力去发现一些新的连接，一些新的观点，只是我需要通过找到自己喜欢和适合自己的媒介来表达出自己的观点，那这样别人就能够知道我想表达的内容，并且从中学到一些东西。那我觉得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体现我自己创造力的过程。那下面我具体来说一下我读的2本书，以及我和我公司的创意总监聊到的一些 take away 吧。那首先第一本我刚刚提到的英国作家的书，这个作者其实是 John Cleese， 也许有的听众知道他其实是英国一个比较或者说非常有名的演员以及剧本写作者，当然也是一个作家。他有一本非常小的书，我会在 show notes 里边把这本书的名字写出来，也很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可能1-2个小时就可以看完。这本书提到了几个关于发掘自己创造力的建议，以及分享了他如何是发掘自己创造力的这样一个过程。那首先他在书里提到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潜意识，也就是 unconsciousness， 潜意识。他认为潜意识在每个人的创造过程当中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举的一个实际的例子就是，如果他在睡觉之前做了一些工作，那他常常会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迸发出一些创意，然后第二天会有很多新的点子。因为我们的潜意识其实是一直在工作，在运作的，不管是我们醒着的时候还是睡着的时候，它一直都是在不停的思考。但是大多数人其实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就不会去利用潜意识来帮自己创作。那实际上怎么去利用潜意识来帮自己变得更加有创造力呢？非常实用的一个方法就是，首先一定要给潜意识喂内容。什么意思呢？就是你需要有一个你想解决的问题，或者正在研究的话题，然后在自己进入一个潜意识的思考的状态之前，让自己沉浸在想研究的这个话题的内容里，然后呢，让自己不管是睡觉也好，或者是那种半睡半醒的状态里去思考这个话题。对我来说，这不一定需要是半睡半醒的这样一个状态。我觉得自己最有创造力的时候，其实是每天早上起床之后洗澡的时候。为什么呢？
因为在洗澡的时候，你所有的动作都是下意识的行为，因为这些事情你已经做了无数次，你不需要去思考我需要去哪里拿什么东西，所有的行为都是无意识状态下完成的。但同时对大多数人来说，早晨其实是他们脑海最清醒的时候，睡了一觉之后，尤其是在有了一个晚上非常高质量的睡眠之后，其实大脑的状态是非常好的，所以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就是最有创造力的时候。所以重点就在于让自己能够找到最好最有创造力的那样一个时候，然后给自己足够多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且让自己沉浸在那样的内容当中，那么你就可以借用潜意识的思考、潜意识的能力，帮自己想出一些别人想不到的解决方法。他提到的第二个我觉得很有用的一个方法，就是建立自己的这样一个专属的专注时间 focus time。 在建立了这样一个专注时间的日程之后，要让别人知道我在这个时候不希望受到打扰，但同时也需要让自己知道这个时间我就拿来做某件事情，不需要给自己创造别的一些打扰自己注意力的环境。之所以专注时间对自己创造过程有帮助，是因为其实创造这个过程是需要长时间的沉浸式的思考的，但如果我们被打断了之后，再次进入专注状态的过程其实是花费好几分钟甚至是10分钟以上的时间，并且之前的那种连续性思考也不是连续性的了。所以给自己的日程当中设定一个不受打扰的专注时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第三个点我觉得很有用的，就是当我们开始想去创造的时候，不需要从零开始，我们可以通过从别的成功作品当中吸取一些灵感，然后把这些灵感应用到自己的作品当中。这和抄袭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抄袭是指用别人的一些想法，并且完全不加入自己的观点、自己的创造，然后就说这个是自己的作品。但是所谓从别的作品当中吸取一些灵感，重点在于学习一些好的做法，然后加上自己的再创作。比如说现在我在作曲的过程当中，我会去听一些自己喜欢的音乐，然后思考为什么我会喜欢这些音乐，可能是当中用到的一些和弦的进行，可能是某个乐器的使用，可能是某一段旋律等等。然后我会也许结合好几个自己喜欢的点，并且是从不同的歌当中的自己喜欢的点，然后创造出自己的作品。我觉得借用灵感这一点在于，首先让自己开始创造的阻力变得小一些，其次就是从别人的成功当中学习到一些有用的点。那以上就是我从这本小书里得到的一些关于创造力的有用的 tips。 那第二本书其实比 John Cleese 的书要厚很多，但因为我是好几年前读的这本书，所以里边有很多细节我都不记得了，主要是我自己的记忆力也不是很好。但是里边
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论，我到现在还记得，所以我就想在这里和你分享一下。那这本书的作家是在中国很有名的一个话剧写作者，这本书叫做赖声川的创意学，我也会在 show notes 里提到这本书的名字。那我刚刚提到的很有用的一个方法论就是创意金字塔，它把创意分为了两边，左边和右边。左边是指创，右边是做。那创指的就是在生活当中积累的智慧，而做是指把这些智慧带进现实，具象化为具体的作品的方法。也就是说，如果你想创作某一件东西，一本书也好，一首歌，一幅画，缺少了左边或者右边，你都没有办法创作。一方面，我们需要在生活里不断的积累知识，积累智慧。这个智慧可大可小，可以是自己的成长经历，可以是自己读过的书，去过的地方，和别人有过的对话，或者是自己独处时的思考。那这些积累的智慧就好像是电脑里的文档，那为了把这些文档呈现出来，我们就需要一个系统，对吧？来展现这些文档的内容，而展现的方法就是这个金字塔的右边，也就是做。而这个做是更具体的一些创造力的实现方式。具体来说，它包括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课题，我想表达的是什么？第二个问题就是媒介，我刚刚讲到的 medium， 也就是我创作的形式是什么？是绘画，是戏剧，是音乐，还是写作，或者说科学研究当中用到的一个方法。那第3个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动机。我是不是处在一个需要创作创造的环境里？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他们有类似的童年经历，但是一个人在金融行业工作，他日常的环境里并没有这样一个机会让他去把自己的童年经历创造成一个作品的机会。但是另外一个人是在广告行业工作，那他就可能有机会把自己的童年经历用广告片或者说平面设计的方式展现出来，然后激发观众的同理心，从而购买他们广告的这个产品。所以这2个人他们的不同点在于他们的这样一个创造的环境以及媒介，虽然在金字塔的左边，也就是积累的智慧方面，他们可能是有一样的内容。所以想要成为真正的创造的人，有创意的人，我们需要2样东西，一个是生活里不断积累的智慧，另一个是创作的环境和动机以及媒介。最后我想聊一聊我和我工作的公司里的创意总监的聊天。我找他聊天是为了向他请教怎么让自己变得更有创意。那他给到我的3个建议也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思考自己创造媒介的偏好，这和我刚刚提到的第2本书里提到的观点有重合的地方，也就是每个人他可能有自己不同的偏好，有的人喜欢用
视觉方面的渠道去创作，比如说平面设计或者说视频。那有的人更偏好于用文字来创作，有的人偏好于用声音来创作。那了解自己的偏好，会让自己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更容易。因为假设说我对文字不是很擅长，但我一定要让自己通过写作的方式来创作，那可能就会逐渐的让自己失去对自己的自信心。那第二个点在于创造自己的词汇库 vocabulary， 也就是其实在一些新的领域当中，他们有一些特定的词汇是经过了很多年不同人的讨论过程当中精炼下来、沉淀下来的一些词汇库。那通过掌握那些词汇，一方面可以让自己学到新的知识，另一方面也能够让自己更好的来表达自己。打个比方，对于用摄影来创作的人来说，他们就有自己的一套语言，自己的一套词汇库。比如说用什么镜头，镜头的光圈是多少，然后光线的角度，以及后期制作当中用什么样的效果等等。我虽然对摄影有一些兴趣，但并没有很深入，所以我也不太了解当中的词汇库。但是如果你知道这个摄影当中相关的一些词汇的话，你可以更好的表达自己，你也可以更好的从别人的分享当中吸取一些有用的经验。那第三个，这个创意总监提到的实用的方法就是寻找灵感的方式。这和我刚刚提到的2本书当中的一些观点也是类似的，那就是我们需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积累大量的灵感。这个积累的灵感不仅仅是自己所专注的那些领域，也可以是别的一些领域。比如说，对于学习音乐的人来说，他应该听很多不同的歌来汲取灵感，但是他也可以从绘画、从电影、从小说当中来得到一些启发。并且说实话，我觉得最好最有创意的一些作品，往往是通过连接不同领域完全不相干的领域当中的一些元素所创造出来的作品。那具体关于我从不同渠道学习的创意方面的理论，到这里就分享结束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些共同的点呢？你觉得这些建议对你有帮助，对你有启发吗？欢迎在留言里和我一起讨论。这期播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秋月漫谈是一个面向中文中高级学习者的中文播客，我用清晰而缓慢的中文聊你真正关心的话题。除了免费的播客 newsletter 以及带有中英字幕的视频之外，我还提供针对严肃中文学习者的付费内容，包括修订后的中英文文本，播客里较难的5个单词和例句，以及与播客内容相关的5个问题，都附带我的录音。每个月还会有一次播客话题的投票。感兴趣的话，欢迎查看我的 Patreon 内容。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